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今天我们来做麻药蛋，需要6个鸡蛋，我用的是大号蛋，提前从冰箱拿出来，室温回温30分钟。准备一个图钉，我用厨房纸做了2个小枕头，只露出2毫米左右的针尖，避免扎过界。鸡蛋的大头对准针尖，瞄准，预备，1、2、3，扎。扎好的气孔是这样的。下面来煮溏心蛋，水里加盐，1勺白醋，加盖，大火煮沸。咕嘟冒泡的时候，用漏勺轻轻下入鸡蛋，避免磕裂。中小火煮6分钟，前3分钟可以时不时的搅动鸡蛋，让它们顺同一个方向滚动，这样煮出来的蛋黄比较居中。你看鸡蛋上扎过的小孔已经开始往外吐气泡了，鸡蛋气室里的空气受热被挤压出来，因此扎过小孔的鸡蛋煮出来的形状更加饱满。煮好立刻捞到冰水里，终止继续熟化。等待鸡蛋彻底放凉，我们来准备腌蛋料。小葱切碎，绿辣椒切片，红辣椒切片，大蒜切碎，装到一起备用。下面来调汁儿，我们会用到味淋，它是甜糯米酿造出来的料酒，酒精含量一般在10%几，味道类似日本清酒加糖。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玉米糖浆，它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，所以你可以用葡萄糖浆、大米糖浆、蜂蜜或者白糖代替它，它的质地像蜂蜜一样粘稠，味道非常甜。最后这个是我用的日式酱油，碗里加酱油、白水、稀释料汁儿、玉米糖浆、味淋，搅拌均匀，倒入刚才准备好的葱蒜辣椒，加1勺炒熟的白芝麻，搅匀备用。鸡蛋彻底冷却之后，用勺子轻轻敲鸡蛋皮，各个位置都最好敲到，之后再剥蛋皮。因为溏心蛋里面是非常软的，蛋白刚刚凝固，蛋黄还是半流动状态，所以它经不起折腾。如果你用溏心蛋直接往桌子上磕，在惯性力的作用下就很容易破碎，所以最好用勺子敲。同样道理，因为它太脆弱了，你如果在空气中剥蛋皮儿，它自身的重量就可能让它破碎，所以剥蛋皮的时候最好在水里进行，让水的浮力保护鸡蛋，同时让水浸润到鸡蛋内膜和蛋清之间，这样剥起来就容易多了。剥好的鸡蛋及时放到料汁里，它就不会在自重的作用下压扁了。加盖，冰箱冷藏12到24小时再吃。麻药蛋在韩国非常流行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它的名字就暗示你吃了会上瘾。吃之前一定别忘了淋上一点香油，搭配最普通的白米饭也能吃出不一样的味道。溏心蛋也是各种面条的神仙伴侣。感谢收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是乔乔妈，我们下期见。